托梦第11章病毒学家。S 人的傲慢与富有，这我早有耳闻，却没有想到这个赫曼医生竟有如此雄厚的实力。离开停机坪，跟随着马里欧徒步向下走了约莫2分钟的鹅卵石小路，到了一处宛如公园一样大的院子，四处灯火通明。我站在一栋2层楼高的纯实木建筑物旁，停住了脚步。在绚烂的灯光下，显得如梦似幻。不得不赞叹，这样的建筑恐怕只在童话里出现过。透过玻璃上的反射，身后的雪山在夜光中披上一层极为浪漫的蓝色外衣。我想，这样极具诗意的色彩组合，没人愿意拒绝。这间屋子的第1层是专门提供给客人住的。马里欧微笑着对我道：“今天晚上你可以住在这里。”我不禁感慨，此行若不是有这么要紧的事在身，不好好的住上几天，肆意的呼吸治愈感极强的空气，也着实枉费了一番奔波。可也没曾想到，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只能让我与这顶级的奢华享受有缘无分。马里欧示意我继续跟他走，我这才叹出一口白色的雾气，朝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前走。绕过木质建筑的侧面，这才发现原来所有的建筑都彼此相连接，而这时才看到整个花园般的大院子的正面。因为我们下了直升机后从院子的侧面进来，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看到这个暖白色3层主建筑的正面。几辆高性能的轿车就停在圆形喷水池附近。我能感觉得到，这个院子的主人对白色情有独钟。视线所及范围内的装饰大多是用的乳白色，镶着金边。马里欧按响门铃，开门的是一位仆人着装的中年男人，向我们道了一句 Bonsoir 后，便打算接过我手中的行李。我没有放手，中年人很尴尬地迅速将手缩了回去。此时我也很尴尬，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就在僵住的一瞬间，一位身着休闲的老者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，着实把我吓得不轻，因为他走路根本没有声音，而且我无法判断他是走还是飘过来的，速度之快且无声响。你好，厉先生，我是赫曼。老者在我面前停稳，伸出手来，微笑着对我道。我这才看清他的打扮，或许说这身行头更贴切一些。这个老头我是见过的，不过当时是在显示器里，现在看来约莫80岁上下，一头纯白的长发打着自然卷，就连脸上的兜嘴胡也是白色的一圈，一只耳朵戴着无线耳机，另一侧的脸上还挂着半只奇怪的眼睛。我根本猜不透那是用来做什么的，但注意到金属边框的眼镜上似乎还有一个极小的镜头。不得不说，我是微微仰头向上跟他握手的。这倒不是因为他比我高很多，而是因为他脚下正踩着一个奇怪的碟状物体。就在他纵身一跃，在落地之后，脚下的物体这才被我看了个清楚。但我不知道用滑板来称它够不够贴切，因为它在地面上滑动时就像滑板少年踩着的那样。可是它没有轮子，完全漂浮在距离地板大约5公分的半空中。这不禁让我惊掉下巴，而且外形极为古怪。它不是长条形，而是扁圆形，活像一口被镂空的银色锅盖，中间还有类似花瓣形状的几个洞。直到这时，
我才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：眼前这个赫曼医生绝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确切地说，我可能完全不了解他，这也是我所忽略的部分。赫曼从我手中接过航空箱，吩咐了仆人几句后，又对马里欧说了几句法语，大概意思是帮他把器材准备好。一路上辛苦了，李先生。赫曼轻拍着我的后背道，这不禁让我感觉有些怪异。以他的样貌，口中说出这么流利的汉语，如今可能算不上稀奇，但罕见的是，言语中的语气和咬字细节竟和一个母语者没什么区别，似乎甚至还夹杂着一些方言。还有，他轻拍我后背的方式和力道，也绝不是一个外国人所能轻易掌握的，除非他在某个城市生活过，或者他生活中就有这样的语境。您客气了，赫曼先生。我有些愧疚的道，特地来打扰您，实在是抱歉。赫曼爽快地笑了笑，引我向餐厅走去，边走边道，谈不上打扰，这是我能力所及之处，我也很希望能帮到你们。转角处，仆人安排好了餐具，刀叉碗筷叮当作响。还是先不了吧。我内心有些焦急的道，我已经安排人去准备了，你就放心用餐吧。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最重要的人吗？你一天没吃饭怎么能行？就当是陪我一起吃一点，怎么样，李先生？赫曼道。他既然这样说，我再坚持就是不明事理了。我只好点点头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您去过我们那儿？我试探着问。没错，他很干脆地答道，那是一片充满传奇的大地，不是吗？对了，请直接叫我赫曼，我更习惯这样的称呼。他的脸上露出了神秘的笑容。那是很久以前了。他咽了咽口中的食物，接着道，我那时还很年幼，跟随着我的父亲曾经到过一个城市，虽然时逢战乱，但我从此却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如果不是那次机会，我想我今天也不会去研究历史、微生物，更不会研究物理学了。说来话长，以后吧，有机会我带你看一看我父亲当时的收藏品。赫曼长叹了一口气，晃了晃手中的勺子，示意我不要发愣，赶紧用餐。我这才缓过神，迅速开吃，也不再说话。这个赫曼到目前为止给我的印象不坏，并没有看出 S 人的高傲，甚至说他还留有些许过去东方人的谦卑。不一会儿，仆人凑到他跟前，小声地说了几句话。他擦了擦嘴，向我问道，血样是最近的吗？对，登机前2小时做的。我也擦了擦嘴，答道。不可思议，这么巧合？赫曼用法语嘀咕了一声，好在这2句我还能听懂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？我急忙道。很难讲，你带来的样本里除了不动杆菌外，还有一种古老的病毒。赫曼抚摸着下巴上的兜嘴胡须，若有所思。一时间，我看到他的眉头皱成了一团，脸上显出异样的神情来，赫然从1分钟前的活力四射，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愁容满面的老人。还有古病毒？我的心脏快要承受不住的狂跳。我惊声道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你就无需担心了，这对病患来说倒是件好事情。赫曼道，根据我过去的研究，这种病毒是天然的噬菌体，专门对付患者体内的耐药菌。也许是我太过欣喜，我没能立时明白赫曼的讶异，毕竟以我的角度，这对于齐浩洋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。
然而，接下来的对话却让我无比震惊。一物降一物，就如同细菌寄生在人类身上一样，这种罕见的病毒会侵入细菌的内部，从而控制细菌。赫曼道。控制细菌？我满是疑惑地问，不是消灭它吗？并不是，很多情况下，它们不单控制细菌的代谢和繁殖速度，而且还能影响到患者的意识和性格，但最终会以一定的数量在患者体内达到免疫平衡。赫曼道。侵占、控制，而不是消灭，这才是具有智慧的生存之道啊！我目瞪口呆地喃喃自语道：我的天，他究竟是在哪里染上的？赫曼沉默了片刻，像是回忆着什么，这才缓缓地道：据我所知，这个病毒很有可能来自 C 岛。我一听得他这么说，差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